各位亲爱的同学，本次课程我们介绍蛋白质的细胞内降解过程。上一次课程中，我们介绍了食物中蛋白质的消化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发生在体内，但食物中蛋白质的消化是发生在细胞外的过程。本次课程我们将重点说明在细胞内蛋白质都有哪些降解的途径。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生物体内的蛋白质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中，不断的处于合成和降解的动态变化之中。细胞内蛋白质的周转是十分复杂，而且受到精密的调控的，广泛的参与到各种生命活动中，比如基因突变、生物合成误差、自发变性、自由基突变以及环境胁迫和疾病，均可导致反常蛋白的降解、短寿命蛋白的降解、维持体内氨基酸代谢库、防御机制的组成部分等，蛋白质前体的裂解加工，这些重要的生命过程都与蛋白质细胞内降解过程密切相关，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人们发现细胞内的蛋白质降解途径主要包括溶酶体途径、泛素途径。溶酶体系统中包括多种在酸性 pH 之下活化的小分子量蛋白酶，称为酸性系统，主要水解长寿命蛋白和外来蛋白。而泛素系统在 pH 值等于 7.2 的包液中起作用，称为碱性系统，主要水解短寿命蛋白和反常蛋白。首先介绍溶酶体途径。溶酶体具有单层膜的结构，分解从外界进入到细胞内的物质，也可消化细胞自身的细胞气。当细胞衰老时，其溶酶体破裂，释放出的水解酶消化整个细胞，而使其死亡。溶酶体内包括有蛋白酶、核酸酶、糖苷酶、脂肪酶等60余种水解酶，主要负责长寿命蛋白和外来蛋白的细胞内降解过程。第二种途径为蛋白质降解的泛素途径。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泛素。泛素是从网织红细胞依赖 ATP 的蛋白水解系统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热稳定因子，由7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后来发现它广泛的存在于各类真核细胞，因而命名为泛素，也称之为泛肽。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泛素分子的三维空间结构。另外，表格中也可以了解到人源的泛素蛋白的分子量、等电点以及氨基酸序列构成的详细信息。那么，泛素是如何参与蛋白质降解的过程的呢？在泛素激活酶酶1、泛素载体蛋白酶2和泛素蛋白连接酶酶3的共同作用下，泛素碳端羧基与底物蛋白赖氨酸残基的伊布索洛氨基之间形成异肽键，后续泛素以类似的方式连接成串，完成对底物蛋白的多泛素化标记，形成多泛素化蛋白。图中向我们展示了泛肽与板蛋白形成的异肽键，请大家注意，异肽键是由底物中的赖氨酸残基的侧链上的氨基与泛素蛋白羧基形成的，有别于肽链中的阿尔法氨基和阿尔法羧基所形成的肽键。右图向我们展示了泛素分子之间是如何通过相同的异肽键连接的，形成多泛素化标记的底物蛋白。上面这张图片向我们展示了泛素激活酶酶1的三维立体结构，其中黄色和红色的基团为酶1上结合的泛素分子。随后，泛素分子会经过泛素载体蛋白酶2和泛素蛋白连接酶酶3的作用，与底物相连。在下面这张图片中，向我们展示了酶2、酶3和底物蛋白的复合物的
三维立体结构，其中蓝色的分子是酶3，青色的是酶2，绿色的是底物蛋白。当底物完成了多泛素化标记之后，会由 26S 蛋白酶体降解为小的肽片段，最终被水解为游离的氨基酸，完成底物蛋白的降解过程。26S 蛋白酶体由 20S 蛋白酶体和 19S 调节复合物构成，其中 20S 蛋白酶体为空桶状的结构，内含多功能蛋白酶复合物，负责降解细胞内多泛素化蛋白质。19S 调节复合物负责识别多泛素化蛋白，并将它去折叠以及输送到蛋白酶中心。下图中向我们展示了 26S 蛋白酶体的三维模式图以及电镜下的照片。这就是细胞内蛋白质降解的泛素途径。首先，通过酶1、酶2、酶3的作用，对底物蛋白进行多泛态化的标记。随后，多泛素化标记的蛋白进入 26S 蛋白酶体，最终被彻底的降解。这3个科学家因为发现蛋白质泛素降解的过程，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因为生物体内大量的具有重要功能的蛋白质分子都要经过泛素途径被选择性的降解，因而泛素途径广泛的参与到诸如细胞凋亡、细胞周期等一系列的关键的生命活动中，而重要的功能蛋白如肿瘤相关的蛋白质降解途径发生了异常，往往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蛋白质的胞内降解途径，谢谢大家。